父亲的手好冷。你是被杀死的，我一路追，怎么也追不上那辆马车。现在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捅了很多刀，浑身都是血。这是我看到父亲最后的样子。我身为人子，此生往后，只有复仇二字，才值得我活下去。我不愿你这样，可我愿意。就算付出所有的一切，在所不惜。你要是一直不行怎么办啊？你不会已经……你要是再废话，就给我出去！哎，他好像说话了，你过来。说什么？他好像在说。我想找阿娘。喝水，他要喝水，快快快！啊，我去，我去弄。怎么样？是醒了吗？他刚刚在说话。对，他刚才说要找阿娘，还是要喝水。他是在说我要报仇。哥哥，哥哥，你醒了！完，终于有人继续保我了。我躺了多久了2天。休息。我说的那件事，放心吧，都安排妥当了，他还没出城。好，他还没有出城，那就还有机会杀了他。杀谁呀？刘子言，他不该活这么久。大人，
看哥哥带来什么？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！妹妹，你肯定饿了，先吃这个，我再去给你热一碗面片汤。来，吃吧。来，先洗洗手，先住下，再去找你的家人。小手冰凉的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来洗洗。你就是我家的孩子了。这个，慢点吃。哎呀，再来一个。看看你饿的。通红。慢点，慢点，别噎着了啊。欢，我一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，你是真不打算认白婉这个妹妹啊？没想到她心里一直都留有遗憾。如果你能告诉她，你一直在她身边默默守护着她的安全，多好呀！走吧。妩媚将归，余孽当主。这个下水，下土。今日心情如何？我能吃熟的，还是生的？当年你连一个小丫头片子都不放过，黄土里的这些年月，就是他哥哥对你的惩罚。该结束了。7年了，终于可以死了。那些年承蒙你们刘家照顾，如今也算还清了。寒窗不知春秋短，转头两鬓已成霜。今为天下一朝梦，自小胡马踏河山。君可无心若妖火，逆臣有意坐明堂。
半生清简，为谁助？为谁助啊？长使少尉，山鬼听。长使少尉，山鬼听。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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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何人守着反贼啊？我是他的学生。老师如今身死长街之上，请容我在此守着，好等京兆尹衙门的人来将他收敛。他是反贼，我们金吾卫要把他带走。你说你是反贼的学生，那你也是反贼喽？公子，这不关我们的事，请。是不关你们的事。带走！住手！寒天大雪，他甘愿为老者守尸，此等义举，你竟然说他是反贼，有何证据啊？我最讨厌读书人，你是不是想打着灯笼找死？都听见了啊！他在袒护逆贼，把他带走。慢着！谁敢来进吾卫做事？代赵大人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你们金吾卫真是胆大包天，什么人都敢来。淮安公子，代赵大人，陛下正在宫里等您呢，请上车吧。寒窗不知春秋短，转头两鬓已成霜。今为天下一朝梦，醉醒胡马踏河山。君古无心着妖火，逆臣有意坐明堂。半生清简为谁著？长诗烧与山鬼听。你方才说我是反贼，却无半点实据。我刚念了一首反诗，给了你一点证据。
所以，我现在是反贼了吧？你不说，那我就不是了。若这世道沦为一张嘴，就可以把人定为反贼，那我也有一张嘴。我说你是反贼，你是反贼，你是反贼！淮安公子啊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代赵大人，有个不情之请。您说，请不要为难他们。啊，这个好办。快滚！告辞。走。请，请。为老人家遮一遮风雪吧。多谢。婉儿，为师有一些话要对你说。诋毁新帝的那篇文章，就是我写的。我本来就是虎贲的人，能够做到现在这个位置，一直是有虎贲在后面扶持的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虎贲为的授意。我一身残躯，物尽其用，他们便把我家人周全。虎贲曾经向我打听过你，我死之后，他们会来找你。为师只能最后提醒你一句：千万不要违背虎贲啊！你不是还要见家里人吗？想借一切办法活下去。老师，不要为我可惜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命定的路要走。好好睡吧，婉儿。这或许是你睡的最后一个安稳觉了。今晚我会以帝朝老臣的身份，在城门口自尽殉节，向新帝表示不从。燕凤山掌握虎贲，把持朝政多年，萧武阳攻进了长安城，就是怕皇权旁落。如今虎贲虽逼得萧武阳锋芒，但是他还打算在长安城燃一把火，让萧武阳不得安宁。而我就是这里面的一根柴。
代诏大人，您是否介意我借用了你的手，打了金吾卫的脸？这是哪里话呀？那金吾卫着实可恶。我要羞辱那个校尉，哪怕今日李代诏不在，他日我也会用其他的方法，照样会羞辱他。我办事便是如此。局势还未平静，陛下入主皇城月余，大大小小就来了12国的刺客，倒也不必惊慌。定堂刀下都是来送人头的。逃了，为何还要回到乱世？最智慧的人，最强横的人，最狡猾的人，都出现在长安城。今夜注定会死很多人。一夜之间，2个杀局。这场战争远没有结束。来吃饭啊？哼，好巧啊！大胆仙子，竟敢在我店里偷吃！若不是今日撞破颜旦小仙偷偷煲汤，我们还被蒙在鼓里。帝君为6戒日夜操劳，却连这一小碗仙羹都不肯麻烦我们天膳殿，小仙实在是既感动又愧疚。我作为天膳殿的掌事，不能第一时间察觉到帝君的需求，失职，实在是失职。是这，帝君，您今后有任何需求，尽管派人来说，我天膳殿上上下下几百种仙羹菜肴，定让帝君满意。子怀仙君，你误会了，颜旦偷做宵夜之事，本君并未授意。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帝君，我万万没有想到您是如此之人。我颜旦辛辛苦苦起早贪黑，就为了给您做饭。我这双手，不知道被烫了多少遍。而如今，您却为了您的面子不敢承认。真是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啊！子怀仙君，您要为我做主啊！你要让九重天上下所有的人看一看，我们的帝君竟然是如此之人啊！哎呀，算了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什么都没看见。帝君，告辞，走了，仙君，走了。自保而已。戏是稍微有点过，但是也没办法。哎，帝君，我知道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肯定不会把此事放在心里的，一定会原谅我的，对吗？还有，我向您担保，这个子怀仙君绝对不会把此事说给别人听的，您放心吧。小小仙事，
大诳语，魑魅心食。既然如此，那偃虚天宫所有的宵夜就由你来负责了吧？啊？哦，从明日起，每日多加15套棋谱，不抄好不准睡觉。下去吧。是。在偃虚天宫做事也太辛苦了吧？要不然换个地方？不行，在没有揭开番规君完美神仙的假面之前，我绝不离开。啊！而且人证我都找好了。只要我们帮他修出仙身，不仅以后没有人再敢欺负他了，而且他还能帮我一起指证番规君的怪癖。那你要干嘛？哼！等着看。哼！严丹，你从没有学过医，如此贸然施针，恐怕对小龟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？修仙之旅哪有那么容易的？况且，如果他以后修成人形的话，还要感谢我呢。瞧着看。被你扎死了！不能够，那典籍上就是这么写的。哦，不行，我得救他。哎，不行，你千万不能再动了。没把他救活了，你再死了，你们两个同时撒手人寰了。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房间里面，那么多仙官过来查我，那我不是太惨了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来，要不然给我看看。现在你的真力还未生效，说不定我跟他多聊几句，他便会好起来。行。龟小弟，龟小弟，你看严旦对你多好啊，你不要辜负他的一片好心。你快睁睁眼，伸伸腿，然后加油加油！龟小弟，站起来，快站起来！行啊你，同为水族，果然心有灵犀。你这个小乌龟，我之前跟你说话，你怎么都没有反应啊你？不行，我得再试试。严旦，不行啊，这小仙龟也太小了，说不定一夜之中承受不了那么多刺。要不然你让它再修炼2天，到时候等它修复好了，你再玩。也行，反正它现在在我房间里养着，我随时都可以助它修炼。不过，在它修出人身之前，我定不会让番规君好过。小乌龟啊，小乌龟，我以为带你出了玄心崖，你就可以脱离魔爪，没有想到应月那个小人还是不肯放过你。行，你行啊。
这杯是帝君的雀舌茶，这杯是基督星君的六物茶，二位慢慢享用。之前的密钥已破解，他们果然是双管齐下。另一队人已经趁着各宫变换法器之机，将这紫薇瓶填进了妙法阁的焚毁名录当中。昆仑神树的枝叶若入紫薇瓶，可炼制出破魂伤魄的毒药。若投入大战的话，死伤人数不可估量。是啊，我也按照之前的计划，让陶子气将神树枝叶得手的消息放了出去。他们对于这炼制破魂之毒如此势在必得，想必负责销毁弃用法器的浅云宫中，也必定有他们的内应。此危局已经布下，只待他们出奇，我们此局便能破功成功。我说应渊啊，你怎么趁着我专心说话的时候又赢了啊？基督星君，你也说了半日了，口肯定渴了，喝口茶润润喉吧。帝君，您也是润润喉吧。欢亲，今日我倒想尝尝你的六物茶，不如我们换换。好。且慢。基督星君，小仙知道您只爱喝六物茶，小仙再去给你们加一杯就是了。想拿着我的衣服去哪儿啊？哼，帝君不是总是嫌弃我给您修补的混元玉带不够好吗？这不，把您的衣服拿回去好好学习学习，免得这腰带啊第10次被打回。你少玩花招，将心思放在修行上，腰带早就补好了。哦，那还不是帝君您先整的我呀？我不过是自保罢了。再说了，我不过是一个仙里低微的小仙士而已，自然没有什么能够拿得上台面的法术喽。不像您，您是高高在上的帝君，难道您不知道吗？这自古啊，君子就该让着女子。本君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君子了？小人，那是我姐姐给我绣的，你还给我。什么时候学好了规矩，再来问本君要？那衣服也不还给你，小人！帝君，终于懂事了。当然了，俗话说得好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一山更比一山高。您就别跟我这个小仙见识了，是不是？孺子可教。过来。
帝君有什么吩咐啊？伸手。这是什么法宝啊？无功不受禄嘛。您这么一给我，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了。15。你干什么？这叫不离镯，我在上面施了不离锁，只要你靠近我15步以内，就会像方才那样飞走。我跟你拼了！小人，你这个小人！迎灯姐姐，姐姐升官大喜，百事顺意，连姿容神气也远胜往日。你我都出自帝君门下，何须行礼？必矣。姐姐自离宫后，一早考取仙阶，升任仙官，如今已是一阁之首，可见这偃虚天宫众多仙士，帝君对姐姐特别的不同啊。帝君可在宫中？此布面以卷云丝缠软金所制，刀劈剑砍不损分毫，忍冬缠枝纹为底，缀以紫微晶、赤灵石等珠饰，有清新凝神之象。此布面从装饰到镶嵌，都是银灯掌事亲手所制。混元玉带破损，虽为无知仙士严旦所为，但妙法阁仍有失察之责。这忍冬纹乃帝君旧时最中意的，银灯如今不能侍奉在侧，帝君常意是至天明，唯愿这安神之物能助帝君安眠。不必了。那仙士虽无知鲁莽，但已经将玉带补好。这布面每一过重，甚是铺张，本君消受不起。这汉淡绣样过于轻浮，针脚又如此粗鄙，怎可为帝君所用？帝君若不舍旧物，银灯已带了金线银丝，愿亲手修补，必使帝君满意。帝君，帝君，严旦已将您教予的仙法典籍全部誊抄完毕，您是否要现在检阅？一个阴错罚入宫服役的低阶仙士，凭何能接触到偃虚天宫的典藏仙法？别动！操控术！让你犯规，让你破我棋局，让你逼我缝衣服，拿箭射我是吧？看我怎么报复你！哼！老天有眼！这严旦心思竟如此恶毒，毫无规矩体统。当偃虚天宫是什么地方？我即刻替他去天星台领罚。不必了，是本君要同他比试的，他是赢了。帝君，此举有违天条。银灯，你早也不是偃虚天宫的人了，非一宫之主，你却在此智慧，此举乃僭越之罪。本君没工夫替你去天刑台领罚，退下。
现在的仙子，脾气还真是喜怒不定呢。我得把操控术交给芷溪，这样日后她也能防身。陆景等会儿会把清心咒送到你屋里，抄10遍。对了，清心咒有16次。你这小人，有本事出来单挑啊！你躲在里面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都搬出去，都搬走！哎，快去啊！这，住手！你是谁啊？凭什么拆我们台、搬我们东西啊？就凭我是披香殿的管事。披香殿管事？哎呀，他这是要那不误会一场吗？我呀，严旦，您不记得啦？我还让陆明给您送了好多法器呢。什么法器？话可不能乱讲。反正这以后不让拍戏，你赶紧把东西都搬走，不然我可都扔了啊！哎，那你收法器的时候怎么没这么说呢？再说了，披香殿空置了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排？哪怕空着，也轮不着你。天条明示，唯有已获仙阶、位列于副掌事以上者，才有资格借用宫殿。怎么？未升仙阶，便连行礼也不会吗？你该好好请教请教你的姐姐芷溪，她行礼倒行得颇有几分奴才相呢。参见银灯掌事。不过您刚刚有句话说的不对，我姐姐不是奴才，我姐姐是妙法阁的副掌事。虽然我没有考取仙阶，但是我读过天条，天条有言。众仙有仙阶高低之分，可人却无贵贱之别。那天条有没有告诉你，仙法也分孰强孰弱呀？快想想办法！怎么办？心诀中说，一转周天，力转灵窍。为什么我却周天乏力？先气凝天穹，再行逆转，然后是飞鸿于胸。飞鸿于胸，虚怀于外。掌事，帝君，帝君，严旦是我宫中仙使，若是犯了错，我必会管教。几时轮到妙法阁出手教训？疼吗？银灯不敢说疼。该疼。欺凌仙使，骄横刻薄，这不是一阁之主应举之德。思璇触犯情节，是你告发，他确实有错，我唯有一叹。但是本君的人，你动不得。送掌事回妙法阁。是。你是小韩晶啊？
银灯常年苦修小寒经，我也就跟着学到了些皮毛。倒是你呀，来了延续天宫后，见识倒是长了不少嘛。别提了，映月那个小人天天罚我抄书，想不长见识都难呢。小寒经是万年前的古籍，按照当时的修炼之法，肯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。如果真的要练的话，连口诀都要变一下了，麻烦得很。你倒是抄书抄出了不少见识嘛，说来听听吧。比如经上说先天机后玄苍，可是在我看来，如今天庭众仙的修炼习惯应该是先玄苍后天机，不然气息会凝滞，而且威力也会减损的。这些是帝君点化你的吗？当然不是了，那个小人怎么可能这么好心？都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。你呀，修为不精，上来就接触到这些高阶仙法，容易糊涂，而且你万万不可自作聪明，牵强附会。刚才这番话，要是让别的仙官听到了，治你个不敬法典、辱没古仙人之罪，可怎么办？那我便只能求止息仙子给我一条活路，给我一口饭吃了。不与你说了，我真的得走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有什么事儿比你亲妹妹还重要？各宫法器200年更换一次。上次例行巡检时，妙法阁中有几件法器因年久破损，天不至损毁名录之中。掌管焚元炉的浅云宫提出，由于此次损毁的器物过多，所以要妙法阁提前将法器送过去，今夜由我送前。这里面是不是有紫薇瓶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们怎么能让你去送呢？我是副掌事，向来就负责这些啊。怎么了？没，我就是觉得这夜黑风高的，各个宫都不太平。姐姐，要不然你别去了，换个人吧。你怎么还操心操到我头上来了？你就应该多动嘴巴，少动脑子。我真的得走了。不行，帝君，我愿意把6界上下所有的棋谱抄录100遍。抄棋谱可以，换人不行。此事体大，稍有不慎就会6界动荡。此局设下多日，已到关口。焚气之时若忽然换人的话，只怕会打草惊蛇。此次抓捕由本君带兵，你姐姐不会有事的。可是我上次差点死在魔族手里，而且这次不光有仙界的内应，还有魔界的奸细，还有一群天兵天将。这万一混战一打起来，你肯定只顾6界的死活，你不可能顾我姐姐性命的。你在质疑本君？没错，我是在质疑你。6界的安危很重要，可是我姐姐的命也很重要。你们设局让她当鱼饵，却不告诉她前因后果，也不问她愿不愿意，你不觉得这很不公平吗？哎，别过来！不过现在有一个县城想做烈士的人，我愿意代替止息。我们是同根双生，我可以用转容诀短暂的变化为对方的容颜，只要所见之人不施法查探，就不会有人知道，这样不会扰乱帝君您的大计。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，也不会给人落下画饼的。画饼？我看6界话最多的就是你，早晚把你的嘴给缝了。帝君，止息是我们四叶邯郸一族的希望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望帝君成全。实在是过早。远了。多谢帝君，元旦愿意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来报答帝君的恩情。先至玄苍，后行天机。怎么可能？芷溪，你干什么呢？银灯掌事，总掌事要寻你议事，我寻遍整个阁里都找不到你人影，原来躲在这儿，肆意损坏阁中器物。这妙法阁的差事
是多让你生气啊！银灯长士，我方才是在练功，并没有故意损坏法器。你上午去偃虚天宫找你的好妹妹了，是不是？别一天到晚拿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对着我。今夜要送去乾云宫焚化的东西可收拾好了？都准备好了。还不快去把它拿过来！是。七件都在这里了，送去偃虚天宫吧。是。为什么？今夜不是该由我护送吗？刚刚帝君传来密旨，这批法器转交偃虚天宫严旦护送。妙法阁分内之事，从未有过交托于外人的先例。你们姐妹俩到底商量了什么好主意，让帝君觉得妙法阁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那你最好问清楚你妹妹，她抢的不只是妙法阁的差事，更是你芷溪的差事。刚刚这个巴掌也不是我给你的，是你妹妹赐你的。双生之物向来一强一弱，我知道你没用，但我寻思着，你总比严旦强些。若真是我看走眼了，我先下告诉你，妙法阁不收废物。严旦，你为什么要抢着去送法器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隐渊帝君，之前的事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哪知道这严旦小仙子竟然是您宫中的仙侍。无妨。没想到严旦小仙子仙灵上清，写的竟是创世之战。四位帝君忠勇无双，天庭上下理应多多学习。帝君一番苦心，小仙着实钦佩。是他写的《创世之战》。是啊，严旦仙子不仅美貌出众，而且才华横溢，比例深厚。可有戏本？创世之战距离现在已经万年之久了，这史料都没有当年的地形图，还有战况的记载。结果你看啊，这张地形图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，而且这儿还有批注呢：9旗族备战之后可以转换视角讲述，这正合我意啊！哎，这究竟是何人做的批注啊？万年前的大战地形，还有出兵策略，都记录得非常清楚。若非是参加过战争之人，绝对不会了解这么清楚。
这究竟是谁在帮咱们啊？我知道是谁。谁啊？田螺姑娘。是真的，我在戏本上看到的。这是凡间的一个传说，说是有一个非常善良的凡人，但是生活得很辛苦，于是这个田螺姑娘便在晚上的时候替他洗衣做饭。这不巧了吗？你看看我，也是一个善良可怜的小仙士啊！啊，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！我太聪明了，我能清楚知悉97一族的行军路线，此人或许知道当年灭族之事的真相。本君批注之事，不便让旁人知晓，以免徒增聒噪。应渊帝君平时日理万机，竟然还有时间给严旦批细本子。看来这个严旦可不一般呢。哇，如此华贵的宫殿，怎么说也该是位居上仙吧？你深夜造访，不会为好奇而来，意欲何为？不妨直言。你好心为檄文批注，却不想让我看到你的面目，难不成你有什么秘密？喂，别那么小气嘛！我只想知道，你到底是谁？97遗孤，你能识得97之力，那昔日创战之时，97抗战之际，你必定到过阵前。你为何人？能否告诉我，他们是因何而亡的？我知道的和你别无二致。创世之战时，我驻守在仙界，与97一族不在同一个战场。战争之初，97的确骁勇，屡克敌军，但修罗族强悍，各族伤亡惨重，增援有限。或许他们的确已经尽力了。我不信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。你既然有幸能存活下来，最好忘记这段记忆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可是我……应渊帝君看着满是废墟与尸骸的海边，发现一只乌龟从尸骸中爬出。应渊帝君微微一笑，施出仙法，将乌龟翻转了过来。胡闹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大事不好了！严旦，近之一劫，你愈发放肆。本君让你进来了吗？何事如此慌张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慌张，只是外面的仙士都如临大敌，慌乱如麻。是陆景让我跑进来告诉你，说是什么火德元帅来了。他是什么人啊？火德怎么来了？帮我。啊！还有谁？应渊小儿，给我出来！昔日亲口承诺，
只要是本帅打赢了，便将自铸的兵书双手奉上。上次评论，本帅发挥失常，略输一筹。今日重新比过，大丈夫言而有信。谁要是躲在屋子里装聋作哑，谁就是胆小怕事的懦夫。老元帅，今年已经比了10次了，每次比武，偃虚天宫都被打成废墟。再来一次，仙界可真拨不出经费了。何况帝君近日政务繁忙。少跟我摆帝君的架子！想当初本帅和帝尊驰骋四海的时候，他还连剑都舞不动呢。应元君，应元君，应！帝君，帝君，你醒醒啊！你怎么这样了呢？为了几个奸细，几天几夜不眠，而如今又为了兵房之事，往返于天机阁和练兵场之间啊！您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就病倒了呢？虽然病在您身，可却伤在河宫仙氏所有人的心啊！醒醒，醒醒！火德元帅，元帅，许久不见，风采依旧啊。只是本君抱病在身，无法起身相迎。应元君向来身体健壮，怎么那么巧突然病了？回火德元帅，天一说是操劳过度，又邪风入体，若不好好休养的话，恐怕要伤到元神了。何时能好啊？10天半个月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天一说了，操劳、体虚、易累，伤及根本，这一切10天半个月是不可能好的，最起码要1年半载。应元君何时身边多了一个这么聪明忠心的小仙士，口舌还如此伶俐呀？这是新来的小仙，行事比较鲁莽，望元帅不要见怪。既然应元君身体抱恙，看来比武之事暂且只能放一放。谢元帅，待本君好了之后，必登门赴约。哼！帝君染病，本帅身为长辈，怎能安心离去呀？既然这偃虚天宫没个会伺候的，那么本帅便留下来照顾1、2。元帅，这等小事，怎能让您操劳？您是仙界当中仙龄最长的上仙，不敢劳烦。应元君无需见外，自古以来便有中途剜肉救主、尝遍遍及的佳话。既然这小仙士如此忠心，想必不会推辞吧？应元君身体如此虚弱，饮食之事怎能自己劳神？你喂，哦。这是本帅的秘方，虽然苦了点、咸了点、臭了点，但专治风邪。应元君如果不愿意喝，想必是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。来人呐！不必了，喝。
弱体虚之人不能荤腥，如此美味的灵鸡腿，只能是本帅代为享用了。哇哦！对，不能荤腥。这可是小仙士亲手烧的暖炉，应元君如果不接，恐怕嫌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啊！来人，接。真是主仆情深呐！这身弱体虚之人最怕受凉，我再叫青云烧个10个大火盆过来。帝君，你还好吧？你觉得呢？哦。帝君，要不然您就把兵书给他吧。这老头现在天天想让我割肉给您治病呢。不可能。饿了。抱歉啊。你倒真是个中仆，演技不错。伺候不周，致使帝君染病，罪其一；言行失礼，唐突本帅，罪其二；明知帝君身染重病，暗为有幸之物，罪其三。依照天条，应元君，天条你最熟悉，该怎么发呀？逐出偃虚天宫，回玄心崖喂鱼。喂鱼？如若汇报天法处，最起码天星台80雷霆鞭，费半数修为。哇，你这个老头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啊？就冲你这句话，再加20鞭。哦，够了。此书本君苦心编撰1000年，还有最后1章尚未完成，因爱惜物件，所以才不愿借出世人。元帅与我比武数10次，想必是求学若渴。此书万望爱惜。本帅问你借书，那是看得起你。帝尊见了本帅，亦是尊老敬老。本帅凭什么接受你的指点？6届第1的应元君不过如此。今天我火德元帅赢了。还火德元帅，我看就是一只花公鸡。帝君，他对你的兵法兵书根本就没有兴趣。他之所以这么费尽心思的想得到这本书，就是想向众仙证明他比你强。他这么肆意践踏你的心血，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若非彼事，私自对神仙动物视作有业暗害，触犯天条。火德是天庭里资历最老的神仙，连帝尊亦对他无可奈何。帝君向来守规严苛，这气啊，咬碎了牙也只能咽下。